北戴河会议的海风里传出震撼政坛的消息，有时评人披露，正在进行的北戴河会议中，习近平不甘认输，正试图与政敌讨价还价。他愿意卸下中共总书记职务，但要保留军委主席一职，走邓小平模式，继续实际掌权。但习在军中的根基已经被彻底掏空，即便留任军委主席，也不可能重现邓小平时期枪杆子在手的地位。这一爆料让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更添火药味，因为习的去与留或许已经不只是传言，而是摊在台面上的角力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邵峰。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预料会内部讨论迫在眉睫的中美贸易谈判问题，中国国民经济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建议内容及未来中国经济走向问题。最关键的还是习近平的去留问题，对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最终处理，以及对从今年3月人大会议后就消失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处理问题。这些讨论虽然是暗箱操作，但一定是争吵激烈。这也是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回避不了的内容。独立时评人杜正在上报撰文表示，除了讨论“十五五”规划议题，同时还暗藏秘密议题，讨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，很可能就包括近期传闻极盛的已成为众矢之的的习近平是否要下台，何时下台，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走，下台的形式怎样，接班人怎样安排等等，都可能要有一定的原则出来。当然，这些是先在北戴河会议上达成了共识，在中共四中全会走走程序。一位接近高官的北京友人向杜正表示，深谙权斗的习近平不可能轻易认输，他与政敌讨价还价的方案就是自己从中共总书记职务上退下来，作为交易，名义上他仍担任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，走邓小平模式。就像1985年中共12届四中全会那样，胡耀邦是中共总书记，但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排名第3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，因为他同时是军委主席，控制了枪杆子。北京有人表示，习近平如果卸任总书记，并能保住中共军委主席这个职务，这个职务也只体现在宣传上，因为他的权威无法和邓小平相比。即便在中共四中全会上，作为新老交替的交易条件，以75岁的张又侠与习另类的同归于尽，即他自己也主动退休，下边上来的也可能是张又侠的人。习在军中并无根基，他提拔的亲信已被打散了，而这种格局并不影响保党，因为中共的这个利益集团只要一天不倒，就会互相利用。知情者表示，9月份北京的大阅兵其实也只是对外的表演，并不代表习近平阅兵就是宣示军权。但10月份的中共四中全会就很关键，需要留意可能有出人意料的新老交替能上能下状况，从中也可观察2027年的中共高层换届会否顺利。倘若习近平是突然出人意料且不合时宜的在中国结束他的权力生涯，那将是内部革命即将开始的标志。习下台后，共产党独裁者的统治可能会持续很短一段时间，习的继任者会被放在那里，只是为了点燃革命起义的火焰。习近平军中权力旁落确实有迹可循。过去习近平到地方考察，每次都要下到军营里摸摸枪，拍拍照，向政敌示威，显示自己有枪防身。而今年5月和7月，习近平先后去了河南和山西，但都没有进军营视察或慰问，显得很不寻常。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，习近平自去年3中全会后就没有下过军营，这足以说明军队已经不属于他了。
今年辽宁日报在报道沈阳市8月1号举行建军节军政座谈会时，没有提到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，而只提到北部战区政委郑玄。黄明今年5月被传出事。姚晨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，说黄明是张又侠的人，这是对军队一窍不通的人下的定论。黄明和张又侠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。张又侠以前所在的部队有40军、41军，主要是在13军任职，黄明是在16军，离得很远。当然，张又侠后期到沈阳军区当司令，黄明有一段时间调到沈阳军区去了，但是很短的时间，他们两个交叉的时间不多。军中讲老乡情、军校同学和上下铺关系及会不会来事儿，到了高层讲政治派系的政治战队。黄明是江苏人，跟苗华是老乡，在苗华自2017年8月至2024年11月任掌控军中职务升迁大权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期间，黄明一路高升。2017年3月，黄明从第41集团军军长调任新调整组建的中共第81集团军军长。2018年2月当选为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。2019年6月升任陆军副司令员。2021年9月转任陆军参谋长。2023年1月升任中部战区司令员。2024年8月调任北部战区司令员。黄明通过他的老乡苗华获得习近平的重用和提拔，而且2023年1月他获重任，担任中部战区司令，而中部战区拱卫经济重地北京及周边，包括了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北等省份，所以位高权重，但在任才1年多，便于2024年8月被调离最重要的中部战区，任北部战区司令员，正好跟当年7月中旬的3中全会习近平身体出事，从而大权旁落的时间点吻合。而黄明离职后，中部是由副司令李志忠代理善后工作。李志忠，辽宁黑山人，原中部战区副司令员，曾担任过沈阳军区40集团军118师352团参谋长、352团副团长、40集团军某摩托化步兵旅旅长等职务。2015年11月任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副军长。2016年7月晋升陆军少将军衔。2017年4月任陆军第71集团军副军长。2018年7月任南部战区陆军参谋长。2021年任陆军装备部部长。2023年6月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，晋升中将军衔。李志忠来自张又侠所在的40集团军，2021年任陆军装备部部长，显然是张又侠的人。2024年2月27日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，李志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陆军军人代表大会罢免其人大代表职务和资格。风水轮流转，仅仅半年后，2024年8月，在习近平失去军权后，他以副司令员、中将军衔的身份，代理担任了拱卫经济重地北京及周边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的职务。黄明可能是受苗华案牵连的又一位军中上将。据海外媒体爆料，此前受苗华牵连的有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、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、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员王秀斌、原陆军司令员韩卫国、军委后勤保障部首任部长赵克时，他们都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。黄明的失踪和李志忠带病委以重任，都彰显了习近平的军权旁落和张又侠主掌军权的角色轮替。时评人王友群表示，2012至2022年习近平的第一、第二任期内，查办的将领达160多个，超过了1927年中共建军以来内战、外战、文革中倒下的将军总和。2024年以来，习近平军中最重要的一批亲信，或被调离关键岗位，或被查办，或被失踪。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，
习军中第一亲信、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与习军中第二亲信、中央军委委员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双双落马，等于习军中的左膀右臂都被折断了。习近平在军中的党羽被剪除，他想像邓小平那样保留军权的愿望能实现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师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。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